你有没有过对着镜子，心里想，这不是我想要的人生？但下一秒你又沉默了，因为你觉得现在改变太难了，太复杂了。但我想告诉你，你距离一个全新的人生只差一个勇敢的决定。30天，仅此而已，就能开启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变。如果你已经厌倦了只是活着，而是想活出自己，那么下面这5条真理就会带你走出困境，找回内心的力量。第一，拥抱混乱。说句大实话，改变从不像社交媒体上看起来那样光鲜亮丽，绝对不是早上起来喝一杯绿色 smoothie， 冥想30分钟，写一下感恩日记，哇啦，人生从此焕然一新。 No， 绝对不是。真正的改变从不会等你准备好，有时候会像暴风骤雨一样，有时候是从你的一次情绪崩溃开始。真正的改变往往开始于混乱痛苦，以至于你怀疑自己，我到底在干嘛？但你要知道，站在混乱中并不表示你做错了什么，而是你正在面对一个重要的改变。所以放下准备好再改变的执念，从你混乱的现在开始。混乱不是你的弱点，它是一张地图，告诉你是改变的时候了。你没有太迟，也没有落后，你刚好。所以第一步就是拥抱混乱，因为最深刻的蜕变从来不是从假装完美开始，而是从那个真实混乱又渴望改变的你开始。第二，不适应是信号，不是惩罚。你是不是也曾觉得不适应代表着我不够好？但其实它是你正踏入未知领域的信号。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，未知就等于害怕，哪怕这个未知正是我们所需要的。我们的大脑偏爱熟悉，偏爱安全，但成长从来不在舒适区里发生。真正的改变常常让你觉得不舒服。你第一次拒绝别人，设立自己的界限，结果感觉自己很冷酷。你第一次说出压在心底的真话，好像剥了一层皮，赤裸又脆弱。你开始怀疑，我这样做是不是太过了？但我要告诉你，你不是过了头，而是在觉醒。每一次不适应降临的时候，是你的人生在重新排序。所以不要把不适应当作红灯，而是把它看成成长的导航。你不需要逃离，但你要学会在不适应中留下来。每一次你没有退缩，你都在悄悄建立一种比舒服更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对自己的信任。第三，设定边界。很多人一提到设定边界，就会想到冷漠自私，但是健康的边界对自己对别人都是爱和尊重的表现。我们大多数人从小没有学过怎样设定边界，要么是讨好迎合无止境的付出，要么是我受够了把自己封闭起来。不是因为不在乎别人，而是不知道怎样在保护自己和爱别人之间找到平衡。但真正的边界不是筑起高墙，而是拉起一个清晰的窗帘。他说的不是别靠近我，而是如果你愿意尊重我的节奏和空间，我欢迎你来。设定边界可能使有些人不高兴，也可能使有些关系发生变化，但真正爱你的人不会因为你设定边界而离开，他们反而会因为你变得完整真实而更加珍惜你。而且你设定边界后，你也是在无声地允许别人这样做，不再通过牺牲自己换取关系，而是做真实的自己，建立真正的连接。你会获得空间、自尊，还有内心的平静。第四，把你的故事说出来。你是不是也曾想，我的故事太沉重了，没有人能接受真正的我？于是你选择沉默，选择藏在笑容背后，人群之中，不让人看见你真正的脆弱。一开始沉默可能保护了你，但久而久之，它会变成一座牢笼，困住你。
当你愿意对一个你信任的人说出自己的故事，你会发现那个沉重的包袱开始松动，呼吸变得轻松了。这并不意味着你向所有的人敞开，而是找一个真正听见你的人，一个不急着修复你的人。你说出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，但我还在这里，我还在成长。这一刻，你正在疗愈自己。所以这30天，试着挑出你最不敢说的一个片段，和一个你信任的人分享，让你的故事呼吸。因为只有愿意说出口的伤，才有被治愈的可能。第5，重写你的结局。在人生的某个拐角处，我们都会停下来，悄悄地问自己一句：还值得改变吗？想起那些失败和改变可能遇到的风险，就说干脆算了吧，至少安全。正是这个安全的选择，在一点一点耗尽你的生命力。也许你无法选择故事的开头，无法改变那个创伤、混乱、心碎的曾经，但你是唯一一个有权决定这个故事接下来怎么写的人。就算你觉得一切已经注定，你仍然可以拿起笔来重新写下结局。你可以改变想法，可以翻页，也可以重启。你可以站在镜子前告诉自己，过去的我是在努力活下去，现在的我是要活出真正的自己。你不需要为过去感到愧疚，你已经做了当时的你能做的最好的选择。但从现在开始，你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路。重写结局不是抹去旧伤，而是把伤口变成故事的一部分，让疗愈加深故事的厚度，让你的人生不止幸存，而是盛放。当然，重写结局可能会让人害怕，但它的美在于这是你的故事，你可以自己定义什么是疗愈，什么是成功，什么是爱。30天，30次机会，去做出不同的选择，去说出更温柔的话，去画下清晰的边界，去讲出真实的自己，去放下那些不再属于你的重量。你并不太多，也不太迟，你不需要被修复，因为你已经足够。你的人生不需要从头再来，而是从现在开始活得更真实一点，更勇敢一点，更像自己一点。这就是你的邀请。30天，走出旧我，走回自己。你准备好了吗？视频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点赞订阅，并且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下次再见。